大家好，我是苏念和，欢迎来到福寿人生。最近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咱们频道里的很多家人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估计也让你这几天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那就是黄金价格都涨到天上去了，新闻里天天说又破纪录了，那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黄金啊？是不是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那个悲催的接盘侠呢？别急，今天咱们就用这一期节目把这件事儿彻底聊透。所有你心里正在嘀咕的关键问题，咱们今天一次性把它说完。而且你知道吗？就连一直看不上黄金的股神巴菲特，他的做法都悄悄变了。这到底给我们普通人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是机会还是陷阱？咱们一步步来拆解。你看就在前不久，国际金价像是坐上了火箭，一口气冲破了每盎司$4500的大关，现货黄金也跟着猛涨，这已经是今年第50次刷新历史记录了，单日涨幅动不动就超过 3-4%， 这个热闹场面真是把全世界的目光都给吸引过去了。于是很多人心里就开始痒痒了，琢磨着是不是也该买点黄金，给自家的财富上个保险。毕竟咱们老祖宗老早就说过乱世藏金，这话传了上千年，总感觉有种穿越时空的智慧在里头。黄金这个东西，几千年来它就一直是那个最踏实、最闪亮的财富象征。可现实问题是，现在的金价确实不便宜了，眼巴巴看着它涨了这么久，现在才下手，万一买在最高点，一套就是好几年，那可不就傻眼了吗？这种纠结和担心，我特别理解。所以今天咱们就像用手术刀一样，把黄金投资这件事从里到外好好剖析一下。从黄金到底是什么角色，到现在这个节骨眼该不该碰，再到如果真要买，怎么买才安全才聪明，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目标就一个，让你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心里有底，不再迷茫。那咱们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黄金突然又成了全世界的香饽饽了呢？我觉得主要是2大原因在背后使劲儿。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说白了就是通货膨胀。你仔细回想一下，10年前吃个便当多少钱，现在多少钱？你的工资虽然也在涨，但跑得过房价，跑得过菜价吗？你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存在银行，一年给你那点利息，可能还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就意味着你的钱哪怕一动不动，它的购买力也在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悄悄融化缩水。这种眼睁睁看着财富被侵蚀的感觉太让人焦虑了，所以大家拼命想找一种东西能让自己的血汗钱保值，至少别缩水得太厉害。而黄金呢，地球上的储量就那么多，不会像印钞票一样想印多少印多少。这种天然的稀缺性就让很多人觉得它像是一条守护财富的诺亚方舟，关键时刻能救命。这第二个原因就是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太平新闻里今天这里贸易摩擦，明天那里地区冲突，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局势就像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这种不确定性对股市的冲击是最直接的。股市像个特别敏感的孩子，一有风吹草动就上蹿下跳。很多人在股市里积累的财富，可能因为一条突发新闻，几天之内就蒸发一大截。当大家对未来感到担忧，甚至对纸币这种信用体系产生怀疑的时候，骨子里那种最原始的安全感需求就出来了。这时候，黄金这种不属于任何国家，不依赖任何政府信用的东西，经历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考验，它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它就像一个无论外面狂风暴雨都屹立不倒的坚固港湾。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越乱，大家越慌，金价往往就越坚挺。它和股市经常像坐在跷跷板的两头，一个起来，另一个就下去。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投资界的超级大神巴菲特，他的一个反常举动让整个投资圈都炸了锅。巴菲特老爷子的投资理念，全世界都知道，他崇尚价值投资，喜欢买那些能持续下金蛋的好公司。他曾经公开说，黄金就是一块不会下金蛋的石头，你拿着它，除了等下一个出价更高的人，他自己不会产生任何利息分红，所以几十年了他都对黄金不怎么感冒。可偏偏就在前几年，他旗下的公司突然买进了全球第2大金矿公司的股票，花了5亿多美金。这件事就像一颗深水炸弹，大家全都懵了，都在猜老爷子这是唱的哪一出？难道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信仰变了？
其实，我们细细品味，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深深的忧虑。连巴菲特这样站在世界财富顶端的人，都开始悄悄给自己庞大的资产组合买一份保险了。他忧虑的是什么？或许是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对美元地位的某种不确定。他这个动作就像一个最聪明的船长，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已经开始检查救生艇了。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无比强烈的信号和警示。它告诉我们，过去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理财方式，比如把钱全存银行或者全买股票，可能已经不够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怎么安排自己的钱袋子，给我们的财富增加一层防护垫。而黄金就是这层防护垫里非常重要的一种材料。当然啦，咱们也不能把黄金想得太完美，任何投资都是有两面性的。接下来，咱们就客观地聊聊投资黄金，到底是福还是祸？它有什么好处，又藏着哪些坑？先说说好处的一大好处就是刚才提到的，它能对抗通胀，是保值的利器。你可以想想，30年前，1盎司黄金大概能买一套不错的西装。30年后的今天，物价飞涨，一套不错的西装也涨价了。但神奇的是，1盎司黄金差不多还是能换那么一套西装。这说明什么？说明黄金的价值跟随着社会整体物价水平在走，它能帮你锁住购买力。黄金因为总量有限，价格往往能涨上去，抵消掉你纸币贬值的那部分损失，它就像是你的财富卫士。第二个好处就是它的避险功能，能给资产上一份保险。你看历史上一发生金融危机或者战争，股票、债券这些资产价格常常暴跌，但这个时候黄金往往就成了资金的避风港，价格不跌反涨。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股市一片哀嚎，但黄金却走出一波独立的上涨行情。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配置一点黄金，就像给房子买了份财产险，平时看不出多大用处，但一旦风险来临，比如股市大跌，它价格的上涨就能帮你对冲掉一部分损失，让你的总资产不至于缩水得太厉害。特别是对于快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求稳是第一位的，黄金的这个作用就显得特别珍贵。第三个好处，黄金是全球都认的硬通货，这个认可度是极高的。你拿着一块标准金条，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把它换成当地的钱。它不像某个国家的货币，可能因为政府出了问题就变成废纸。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国库里都存着大量的黄金，就是为了维护本国货币的信用，关键时刻能有压箱底的东西跟别人交易。而且你发现没有，最近几年，像中国、俄罗斯这些大国的央行都在不停地买黄金，增持黄金。这些国家队的大动作本身就说明了黄金在全球金融体系里的地位正在变得更重要。不过，黄金也不是没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自己不会生钱。巴菲特说它是不会下金蛋的石头，话糙理不糙。你买一块黄金放家里，放10年它还是一块黄金，不会多出一克来。它不像你买房子能收租，买股票可能拿分红，投资黄金想赚钱，唯一的途径就是低买高卖赚差价。这就有个风险，如果你买的价格太高了，买在了山顶上，那可能就要经历非常漫长的等待，等下一个牛市来解套。这个等待过程可能是5年、10年，在这期间，你的资金没有任何收益，还错过了投资其他能产生收益资产的机会，这个机会成本其实也是很大的。第二个缺点，黄金价格本身波动也不小，有风险。别以为它是避险资产，价格就很稳。短期内，金价的涨跌幅度有时候比股票还刺激，因为它受太多因素影响了。美国加不加息，美元是强是弱，哪里又打仗了，经济数据好不好看，都会让它上蹿下跳。比如美国一宣布加息，存钱的利息变高了，那不生利息的黄金吸引力就下降，价格就可能跌。所以，你要是抱着炒短线、赚快钱的心态玩黄金，追着价格跑，很容易就被来回打脸，造成亏损。第三个缺点就是持有和交易有成本。如果你买的是实实在在的金条金块，放家里怕偷，放银行保险箱要交保管费，这都是成本。更重要的是买卖的价差。你去银行买金条，有一个卖出价，但如果你想卖回给银行，它有一个回收价，这两个价格中间有差价，可能一克就差个几十块钱。你这一买一卖，还没算金价涨跌呢，就先损失了一笔。
所以这些成本在投资前都得算计进去。分析了这么多，咱们回到最初那个灵魂问题，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黄金？我的答案是可以配置，但绝对不是在热血冲头的情况下一把梭哈进去。我们应该把黄金看作是家庭资产配置里的守门员，或者是一份财务保险。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冲锋陷阵赚取超高回报，而是在风险来临，其他资产大跌时站出来守住你的财富底线，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那具体配多少合适呢？很多理财专家给过一个参考范围，把你家庭总的可投资资产拿出 5% 到 15% 来配置黄金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你总共有100万用来投资，那么拿5万到15万来买黄金，这个比例就差不多了。这样既能保证在市场动荡时黄金能发挥它的保护作用，又不会因为它不生利息而过度拉低你整个投资组合的长期平均收益，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一个不错的平衡。那如果想买，具体通过什么渠道买呢？选择还挺多的，各有特点。第一种最传统，就是买实体黄金，去银行或者信誉好的金店买金条、金币。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踏实，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种安全感是虚拟资产给不了的，特别适合那些对金融体系不太放心，就想手里攥着实物的朋友。但缺点也很明显，保管麻烦，买卖价差大。如果你选这种，一定要买规格标准、有国际认证的金条，比如上面印了纯度、重量、编号的那种，以后卖的时候好出手，价差也小点。千万别把黄金首饰当成投资，首饰的工费很高，你买的时候付了很高的溢价，但回收时只按斤料算，非常不划算。第二种方式叫黄金存折，很多银行都有这业务。简单说，就是在银行开个专门账户，你不用把金条拿回家，银行帮你存着，你在账户里按克买卖黄金。这种方式特别省心，不用操心保管，投资门槛也很低，几百块钱就能买1克，买卖的成本也比实体黄金低。而且万一哪天你想把纸黄金换成真金条，付点手续费也能提出来。这对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朋友来说，是个非常方便友好的入门选择。第三种是黄金 ETF，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黄金股票。基金公司把实实在在的黄金买来存好，然后把所有权拆成很多份，放到股市上，让大家像买卖股票一样交易。你买一股黄金 ETF，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点点对应的实体黄金。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交易太方便了，只要有个股票账户，在交易时间里随时可以买进卖出，流动性非常好，而且管理费和交易成本通常是最低的。对于习惯炒股的朋友来说，这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投资黄金的方式。第四种是买金矿公司的股票，这不是直接投资黄金，而是投资挖黄金的公司。它的逻辑是，如果金价大涨，那这些金矿公司的利润就会暴增，股价就可能涨得比金价本身还猛，潜在收益更高。但记住，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你不仅要判断对金价走势，还要承担这家公司自己的经营风险。比如矿上出事、成本失控、管理层乱来等等，都可能让股价下跌。就算金价涨了，你的股票也可能亏钱。这种方式更适合对矿业有研究、能承受较高风险的投资老手。普通人一定要非常谨慎。最后，念和必须提醒你，投资黄金一定要避开几个常见的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情绪化的追涨杀跌。平时不关心，一看金价暴涨，新闻狂轰滥炸，身边人都在讨论，就生怕错过机会，赶紧高位冲进去。结果刚买完金价一回调，又吓得赶紧割肉卖出。这种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的行为，是亏损的最大根源。正确的做法是，把黄金投资当成一个长期配置，可以采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比如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固定投一笔钱买一点，金价高的时候买的少点，金价低的时候买的多点，这样长期下来，你的平均成本会摊平，心态也会稳得多。第二个陷阱就是孤注一掷，听了黄金的种种好处，就把所有的钱，甚至卖房卖股，全部压在黄金上，这是极其危险的。黄金再好，也只是资产配置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财富组合应该像营养均衡的餐桌，要有能产生现金流的，要有追求成长的，然后再配上黄金这样的稳定器和保险。
这样无论市场怎么风云变幻，你的整体资产都能相对平稳，不会因为单一资产的暴跌而遭受重创。第三个陷阱是盲目跟风，忽视自己的真实需求。在买黄金之前，你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买它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20-30年后的退休养老做长期保值，还是担心未来1-2年可能有经济危机，需要被点印通货急用？目的不同，选择的投资方式也应该不同。如果是长期保值，黄金存折或黄金 ETF 就更合适，成本低，易管理。如果是因为对极端情况有担忧，想备点压箱底的东西，那配置少量容易携带和分割的实体金币，可能更能满足心理需求。想清楚自己的目的，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好了，家人们，今天咱们聊得非常多，也非常深。总而言之，黄金投资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它需要智慧，也需要艺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它在我们财富版图里的角色，既是一位忠诚的卫士，也是一把灵活的钥匙。我们既不能神化它，把它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也不能轻视它，忽视它独特的保护价值。聪明人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目标，在那个5%到15%的合理区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黄金比例，然后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能睡得着觉的方式，稳稳地把它纳入你的资产组合中。同时，时刻提醒自己，避开那些情绪的陷阱和投资的误区。希望今天念和在福寿人生里的这份长篇分享，能像一盏小灯，帮你拨开一些迷雾，照亮一点前行的路。现在，我非常想听听你的声音，你对现在的黄金行情怎么看？你觉得现在是机会还是风险？或者，你过去有没有过投资黄金的经历？不管是成功的喜悦还是踩坑的教训，都特别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在管理财富这条路上结伴同行，走得更稳更远。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花了这么长时间看完有所收获，请务必给我点个赞，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也请你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关心理财、关心黄金的亲朋好友，你随手的一个分享，可能就能帮到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别忘了订阅福寿人生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关于财富、关于生活智慧的精彩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好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每一分财富，过上更安心、更富足的福寿人生。我是苏念和，咱们下期再见。